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前不久，外国主播布洛多就有做了一个影片，我觉得题材还蛮不错，我们可以讨论。他所拍的影片是提到之后他希望官方可以改进的一些内容，所以今天我所讲的东西是延伸他的话题，还有讲到我觉得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进，还有在去年官方改进了什么东西。虽然现在游戏也是有玩家社群反馈，不过我讲真的，比较起一般的玩家反馈给官方知道，我们身为主播的其实比较容易传达给策划他们知道，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能够给他们知道，其实我们玩家想要改进哪一些部分。那首先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账号的时候可以跳过教学，我相信不少的玩家其实在建立账号的时候都是想要跳过教学了，不过我个人觉得官方是不太大可能会移除掉教学的部分，所以这一点我就不详谈，我直接跳到下一个部分。第二个反馈，他是希望可以增加主播模式。那正常情况下，如果你的王国正在打 KVK， 刚好你又是主播，一般来讲都是会直播 KVK 的。但是由于我们在直播画面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到标记，就导致成敌方都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东西。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开非常久的延迟，5分钟以上。甚至到关键的时刻，比方说打黄庭的时候就要开30分钟以上。但是开延迟太久的直播其实很难跟你的观众群互动，甚至有些王国是完全不能透露一点点的资讯让对方知道，完全不能看到标记。不过我老实说，就算不是主播，你是一般的打仗玩家，其实也是会有影响。有时候太多标记其实会阻挡到你的视线，让你没有办法看到敌人在哪里，准确的位置在哪里。所以在之前的反馈，我有跟客服讲过，有没有一个模式可以让我关闭掉所有的标记，让我比较方便去操作我的部队。其实我那时候反馈给客服的时候，我是以玩家的角度去跟官方反馈，而不是主播。那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官方也没有理由为了一个主播而出现这个新的功能嘛。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的观众都是会受到影响的。不过在我反馈之后也是没有什么下文了，这也是理所当然啦，毕竟客服他们只是负责反馈而已，他们并不会给我们答复的。那如果是真的自己打仗的话，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解决，只能跟你的官员说，叫他们打标记，不要打在打仗的画面上面。但是如果说到主播模式的话，可以把那个标记移除掉。我觉得其他的方法就是像我上次直播960的 KVK 那样子，就用小号来做直播。但是我自己私底下打架，其实还是用我自己的账号在打架。用小号直播其实也可以看到我方的部队全部都变成黄色，也不会暴露标记，也不会有延迟，也可以跟你的观众互动。这点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。但是有些观众就是想要看主播是怎样去打仗的，然后这样子的操作方式其实对于主播来说会比较不方便，要操控2个画面。所以当然的，如果官方能改掉变成主播模式的话，当然会更好。只是我给出这个方法呢，是可能有一些主播没有想到有这个方式可以使用一下这个方法，其实也是不错的，不需要开延迟，也不需要担心地标会被暴露掉。接着就是点点打法，他说点点打法其实统帅的头会挡着你们要打的目标，这个确实是有困扰到我的。那如果正常情况下你们是横着打，就是左右边分呢，其实不会有影响。但是如果你是上下打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了。确实统帅的标记会阻挡到你想要打的那个目标，我觉得统帅的标记其实可以直接设计在点点上面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哪一个统帅，而不需要再延伸一条线，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统帅的标记给我们看这个是哪个统帅。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多余，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点点转换成统帅的样子呢？难道这个程序是很难打的吗？不过这个主播他对于点点只是讲到这个方向而已啊，但我觉得点点其实还有更多东西需要改进呢。还有包括之前有一些观众跟我反馈说的，统帅没有办法看到怒气。现在我们用点点的方式只能看到统帅的生命值还剩下多少而已，没有办法看到怒气。对我这种比较喜欢拉扯的玩家来说，怒气是还蛮重要的，你可以看到还剩下多少怒气，要不要回头再补多一刀，还是直接逃跑。我认为怒气可能可以加在统帅的头上面，可能统帅的边框啊，它有一个怒气值，如果满的时候它是整个变成蓝色还是怎样。如果官方觉得这个方式太过复杂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加在统帅蓝的那一边，一边是生命值嘛，另外一边可能可以弄成一个蓝色的条，让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统帅的怒气还剩下多少。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要看到怒气而已。再来是他有说到聊天室的问题，那聊天室你要邀请朋友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像我最近就实际的体会到，我很少会开群聊了，但是因为最近要打塞罗利的危机，我就邀请了一些观众跟我们一起打。但是我发现到是真的很麻烦，如果你建立了一个群之后，你想要加入其他人，你必须要跟那个人加了好友之后才可以把他拉进来。
为什么官方不要建立一个邀请码或者是二维码之类的，可以让一些玩家直接加入进来，或者是申请了之后让我们自己审核要不要让那个玩家进来？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我除了要加他好友之外，之后要把他拉进群，还要先点加，然后一个一个去找名字，找到那个人才可以把他拉进来，这样确实是很麻烦的，我觉得可以改进。最后一个东西他有提到，就是我们打完 KVK 之后会有一个排行榜，但是那个排行榜看自己名字的时候没有这么明显，他希望在调整之后名字可以固定在下面那一排，可以直接看到，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找名字。我也是同意他这个说法，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补充，所以我就不讲了。接下来是我自己觉得官方可以再额外更改的东西啊，就是 iPad 跟手机的玩家我相信这两种玩家是很痛苦的，因为现在玩电脑版的玩家其实都是可以直接看到旁边7个部队，会比较方便，电脑玩家可以看到我到底哪个部队正在被激活，可以直接把那个部队拉掉。而且电脑其实操控也比较方便，他们按键盘就可以操控其中一个部队了。相反的，手机跟平板玩家在统帅栏界面只能看到3位统帅而已。那么如果说到手机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多是可以理解，因为手机的画面也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官方如果改的话，可能可以改成2排，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，就是占据的空间可能会变得比较宽一点。但是说到 iPad 我其实就不太能理解了，其实 iPad 的画面很大，它要放7个统帅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们也是只能看到3位统帅的头像而已。那如果你是有看过我打 KVK 的观众呢，应该会发现到我在打 KVK 的时候时常会拉统帅栏去找哪个统帅的血是残血，我要把它拉回来，变成我打 KVK 的时候是真的很麻烦。我相信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发生而已啦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，如果是手机的话，可能可以建立成2排统帅栏，或者是 iPad 可以直接增加变成7个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改进，其实可以加强我们对于野战的表现了。接着就是我方跟敌方的部队颜色区分啊，我方我觉得还好啦，但是敌方的红色其实不太显眼，我认为官方可以再加更红一点，或者是它金色部位可能可以稍微改一下颜色。游戏里面有分成白天跟黑夜啊，如果是白天的情况下，其实看到对方还是蛮明显的，但是一到晚上是真的看不到。再加上如果是有开王国技能的情况下，是完全看不到对方的部队，因为就连我方部队下面的圈也是会变成红色，导致整个部队都变成红色，你很难辨认到底是我方还是敌方。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提议就是关闭夜晚模式，因为晚上的时候我是真的看不到对面，尤其是我打这个游戏基本上打仗都会超过10个小时以上，在你已经玩了这么久的游戏，你再去分辨敌方和我方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会比较花时间。目前我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晚上模式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把画面开得特别亮，我才可以看得清楚到底是我方还是敌方。那目前我可以想到的改进暂时只有这么多，大多数都是野战方面啊，其他的东西暂时先不要讲。不过老实说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官方也是有改进到一些不错的东西啊，我觉得可以稍微提一下，比方说全选功能。因为在以前没有全选功能呢，你一直要双点部队再拉过去，这个确实是很麻烦了。在改进之后，我们只是需要直接拉过去就可以操作部队了。虽然全选功能也不算是最完美的方法，但是比较起之前真的是好很多了。另外一个更新，官方其实在公告里面没有提到，就是我们打仗的时候其实不会再拉到队友了。像是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拉到队友下面还是会有蓝色的圈，这个之前我也是有跟官方反馈过，就变成我们每次拉部队不一定是拉到敌人打到敌人，反而是打到自己队友，然后你的部队就站在原地不会动。或许有一些玩家没有发现到啦，但如果你是时常打仗的玩家都会觉得这个改进是真的很不错，因为你每拉一次你自己的队友就浪费了几秒时间，需要重新去锁定敌人。第三个我认为去年改进还不错的更新就是补兵功能。那以前补兵呢，我们是完全看不到集结还剩下多少的位置可以让你补进去，所以当时候我的做法就是一直重新的点集结，一直不断的点，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空缺，我能不能补进去，只能一直重复这个操作，重新点再重新点。不过在前阵子官方改进之后，现在是可以看到集结还有多少的部队，你可以放多少的部队进去，就变成不需要像我之前那样子一直要重复点，你完全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集结还剩下多少部队，能不能补兵进去。之前也不是说没有方式可以查看集结还剩下多少部队，但是要点开联盟才可以看到集结还剩下多少部队。当然这个操作我之前也是有亲身经历过，是真的很难补，需要点击的动作也比较多，尤其是像我现在这个画面上，对方是直接围殴我们集结的时候，你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操作，完全是拼速度而已。后来官方也是改了，可以让我们马上替换部队，点击黄色的按钮就可以了。
不需要重新点开集结，然后把自己部队踢出来，再替换部队进去。总结来说，其实《万国觉醒》有在慢慢加强玩家的游戏体验，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反馈到他们耳朵里面，他们才会改进的。所以希望今天的影片策划能够看到啦，然后他们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更改。至于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部分可以改进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